歡迎收睇慈悲之門呢個節目啊！我係周佳播。咁喺呢個慈悲禧年之中啦，教宗邀請全世界嘅教區主教去揀選一啲教堂作為慈悲朝聖地，而呢啲聖堂嘅門咧就變成慈悲之門。咁當我哋跨過慈悲之門嘅時候啦，就可以得到力量去接受天主嘅仁慈噶。咁喺每一集嘅慈悲之門當中，我就會喺全世界教區裏邊揀選其中一個去介紹呢個教區裏邊嘅慈悲朝聖地。我會為你哋講解呢啲聖堂嘅重要性，同埋呢慈悲禧年之中咧帶你一齊朝聖噶。今日就等我哋前往紐約市。紐約市係美國人口最高嘅城市，亦都係世界嘅金融、時裝、美食嘅中心。紐約總教區係美國其中一個最重要、歷史最悠久嘅教區。喺呢個慈悲禧年之中，紐約總主教多蘭樞機就指定咗5間教堂作為禧年朝聖地，讓我哋逐一參觀。第一間係位於曼克頓中心嘅聖博德主教座堂。紐約教區喺1850年升格為總教區嘅時候，當時嘅總主教就決定建築一座新嘅主教座堂，終於喺1878年竣工。呢一座外表白色嘅主教座堂，其著名地標係採用新哥德式興建，並佢可以高達101米，能夠容納3000人，俾所有總教區主要慶典能夠喺度進行。喺祭台之上有一個鍍銅金嘅華蓋。北美洲以往有一個傳統，當一位被擢升樞機嘅總主教去世之後，佢哋嘅紅色樞機禮帽就會懸掛喺主教座堂嘅天花板上。喺聖博德主教座堂之內就可以揾到4頂樞機嘅帽。第二間禧年教堂係基督至聖聖血堂，同時亦都係聖亞勒略國家朝聖地。呢一個教堂坐落於曼克頓下城嘅小意大利區，同唐人街鄰近。聖亞勒略係意大利拿波里3世紀嘅主教。每年9月，紐約居民會1連4日慶祝聖亞勒略佳節，延續以前意大利移民人口嘅傳統同埋信仰。教堂之內可以揾到聖亞勒略嘅聖髑。如果我哋前往紐約城北邊，我哋可以揾到紐約總教區嘅第3間禧年朝聖地——聖方濟加加比尼朝聖地，呢一名聖女遺體嘅所在地。我中意呢位首個被封聖嘅美國公民，因為佢自小喺意大利就渴望前往中國傳教，直至成為修女之後，有機會進見教宗，望佢批准往中國傳教。但教宗稱美國需要更加大，因為歐洲有大量移民到美國。聖方濟加服從，立即遠赴美國，克服種種困難，為人服務同埋傳教。佢及後成立女修會，1917年逝世。當我哋去到哈德遜河嘅對岸，我哋可以揾到另一間禧年教堂——加爾默羅會嘅加爾默羅聖母國家朝聖地，專為推廣聖母聖衣同埋對加爾默羅聖母嘅敬禮。紐約總教區最後一間禧年教堂就係鮑思高慈幼會嘅聖母進教之佑國家朝聖地。呢一個朝聖地喺1954年聖母年開始興建，首先設置咗室內嘅祭台同埋玫瑰經路。朝聖地裏有160公頃地方，俾朝聖者作不同嘅敬禮。喺呢個慈悲禧年之中，希望大家可以前往一個禧年朝聖地朝聖，通過慈悲之門，打開我哋慈悲之心。下次再會。